一个蓝胖子有铜锣烧吃，两个蓝胖子抢铜锣烧吃，10个蓝胖子去吃熊大熊家。大熊一回家就遭到了一波秀恩爱暴击，蓝胖子居然和超人气偶像陆木匠有说有笑，还旁若无人的互相道别。随着蓝胖子按下按钮，陆木匠就回到了照片里。原来这都是照片皮揣子的功能，只要你会掏马桶，各路明星都能从照片里揪出来。刚解说完，蓝胖子的闹钟就响了，花心炸猫又约了小咪，留下大熊一个人当老妈拔草的打工人。大熊心里能平衡吗？大熊偷偷摸出备用口袋，把皮揣子找了出来，然后翻开相册，费了吃奶的劲儿揪出一个200斤的蓝胖子。大熊转念一想，人多力量大，于是一口气弄出来10兄弟。大熊本以为山寨货很好控制，可万万没想到蓝胖子2号不肯帮他，3号却觉得没什么，4号和5号还吵了起来，最后甚至开了波团战。被小咪迷得神魂颠倒的蓝胖子回来时，完全搞不清状况，只发现了不知道被蓝胖子几号一屁股硬生生给坐断的皮揣子。听到动静的老妈上来查房，刚才还打成一团的蓝胖子们很有默契地躲了起来。老妈随口一句拔完草有铜锣烧吃哟，让蓝胖子们绷不住了，前仆后继地冲向院子，分分钟拔完草又冲向可怜巴巴的几个铜锣烧，理所当然地互殴起来，看得蓝胖子本尊直翻白眼。不幸的是，皮揣子作为爆款产品已经卖断货了，所以这种情况还得继续。第二天，大熊被蓝胖子们叫醒后，喜闻乐见的又迟到了。蓝胖子们分成了竹蜻蜓、任意门和根本不帮3个派系，就大熊废柴到底怪谁而互相推锅，毫无悬念的又打了起来，压根没人在乎大熊。蓝胖子忽然想起今天铜锣烧跳楼大减价，这下10兄弟也知道这事儿了，他们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点心店，直接把铜锣烧买空了，只有本尊没买到。在空地上享用铜锣烧时，被帕虎和小夫追杀的大熊逃了过来，蓝胖子想帮他，可其他蓝胖子们就帮大熊，还是直接灭杀了帕虎，直接吵到又开启了团战。帕虎本想靠实力上去拉架，没想到小丑竟是帕虎本虎，被打得不省人事。晚上老爸回家，蓝胖子们还表演起千手观音，给老爸一个大惊喜的惊。晚饭的排场就更夸张了，老妈直呼养不起，睡梦中的蓝胖子们更是挤破壁橱，大熊惨遭2吨重物10连砸。神奇的是，大熊第二天还跟没事人似的跟静香约会去了。蓝胖子们对于如何赏红叶又产生了分歧，然后一如既往的开启了团战，甚至打翻了静香亲手做的爱心便当。大熊再不发火还像个爷们儿吗？蓝胖子本尊赶紧把他们都撵走了。新世界百货的客服终于把皮揣子送来了，其他蓝胖子却跑去道歉了。幽会中的大熊听静香说看上了悬崖上的天山雪莲，立马就要去给媳妇儿摘，可脚下一滑就掉了下去。多亏蓝胖子们及时赶到，展开生命接力，一个接一个抓住了大熊。大熊刚松一口气，那边的蓝胖子本尊启动了皮揣子，蓝胖子们一个个纷纷松手，还好是飞回了相册。被带飞的大熊一路海豚音，最后翻着跟头栽倒在地，摔得头晕眼花，但总算得救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体重大的尽量不要睡上铺，否则一不小心压到下铺的小伙伴，给下铺的小伙伴压出桃花运，那你以后就是唯一的单身狗了。所以小伙伴们看出来要如何分辨蓝胖子本尊了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当你面前同时出现2个小夫，你要打的是这个黄小夫还是这个绿小夫呢？成年人才做选择，孩子王表示我全都打。一听到大熊回家的声音，蓝胖子就开始蓄力嘴炮了，等他一来就开火。没想到大熊今天特别乖，竟然直接就写起了作业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面对蓝胖子枕头和点心的诱惑，大熊终于说出了原因。原来今天老师要来家访，大熊只能装乖，希望可以少挨几拳。这时抽屉突然弹开，原来是小多拉订的快递到了，盒子里的东西叫变身复印机，只要带上它触碰别人，就可以连人带能力一起复印后变身。这简直就是为大熊作死而量身定制的道具啊！大熊无事献殷勤，给老妈捶背，趁机复制了老妈的基因，然而却什么都没发生。原来还需要集中精神冥想才能变身，可是这身衣服怎么看怎么奇怪。这时老师来了，大熊和老妈同时出去迎接。老妈看到另一个自己，还以为是累出了幻觉，决定回屋补个美容觉。看着小短裤露腰衣，老师直呼没白来。可当话题转移到大熊的成绩上，大熊直接来了句：我家的孩子以后你少管，把老师怼得哑口无言。
看着变高的大熊在作死，蓝胖子恨不得蹦起来踢爆大熊的膝盖。大熊又把下一个目标定为学霸，一见面就上去戳人家学霸的小脸脸，复制完就无情的走人。变身学霸的大熊脑子一下子就开了光，长相也是一模一样。一见到静香，更是殷勤的主动要来个1对1闺房辅导。蓝胖子不放心大熊，所以该去当了一个安静吃喝的胖子。大熊虽然脑瓜子变聪明了，但奈何瞌睡虫的天赋过于强大，教着教着就打起哈欠来。大熊的半边脸居然变了回去，把蓝胖子给吓喷了，连忙用自己40米宽的身躯挡住了静香的视线，还说自己饿了，让静香去拿点心。大熊一看镜子，我的天哪，这是谁？拼命集中精神，才在静香发现之前还原了。结果大熊又飘了，耍了一手好杂技。看得静香直夸，人家就喜欢幽默的呢。听到静香的夸赞之后，大熊膨胀了，却被蓝胖子直接拎走。熊熊啊，你这是要为学霸做嫁衣吗？小夫路过，看到学霸跟蓝胖子在一起，甚是奇怪。蓝胖子本想糊弄过去，大熊却管不住嘴，把自己一顿夸，还趁机戳了小夫的小脸脸，成功变成了小夫，然后跑到胖虎面前告密。小夫在前面说你是大猩猩哟，这下把胖虎给说懵了。小夫不就是你自己吗？大熊又改口，我刚才在前面说你是大猩猩哟。胖虎可不愿跟他兜圈子，举起拳头就霍霍向大熊，一个拐角，大熊和小夫撞车了。胖虎一看有2个小夫，直接放弃了思考，打包全带走不是更好？大熊趁乱变成了胖虎，要和胖虎一起把小夫胖打一顿。小夫裂开了，赶紧逃命。大熊和胖虎分头追赶，眼看大熊就要追到小夫了，却反手被胖虎妈拎住了耳朵，成了送货的打工人，还累倒在胖虎店门口，给胖虎捡了个大便宜。大熊本想讨口水喝，可此时已没人认识他了。蓝胖子听老妈说门口有个没见过的孩子，就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此时的大熊脸不停地变来变去，就连静香也对他很戒备，无情地关上了门。落魄的大熊只能流落街头，蓝胖子却在身后说出了如何复原的秘密。小伙伴们能猜到大熊如何才能复原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熊老妈在日本只是个家庭主妇，去了法国竟被国王一眼相中后直接闪婚。大熊都上小学了，难道法国人喜欢当接盘侠？也不知道大熊家的仓库是有几百年没清理了，一推开门直接砸倒3名大汉。大熊从中捡出一本叫《凡尔赛的骡子》的漫画来，那有着迷人大眼的闪亮画风，一看就是古董级别的产物。果然，这是老妈买的琼瑶风漫画。老妈一直有个凡尔赛的梦，大熊偶尔也会想当一回孝子，实现老妈的心愿。于是，蓝胖子拿出时空交换机，用配套的油漆绕着房子画了一圈，然后在机器上输入18世纪的法国凡尔赛，就连人带房子穿越过去了。毫不知情的老妈本准备出门买菜，看到屋外的景象，她还以为是什么剧组的布景，满满的玫瑰花让快到更年期的老妈又找回了少女心，完全没注意到身后的托马斯小火车，气得老妈上蹿下跳，大吼大叫。要知道，野比母子俩都是被眼镜严重拉低颜值的存在。国王看到这么个东方美人，一见钟情。虽然他的侍从认为老妈是个泼妇，但他就好这一口。与此同时，大熊一家3口也过来找老妈了。路人听到大熊满嘴鸟语，一头雾水。多亏了翻译魔芋，大熊才知道老妈已经被国王给带走了。老妈进宫后被好吃好喝伺候着，不仅感慨这个剧组真是大手笔，从服装到道具都老讲究了。国王见老妈啥也不怕的样子，更是巴不得现在就迎娶她。而老妈还以为是主演要带她参观场地，二人一唱一和的，竟然谈成了一场婚事，连定情信物都有了。被侍卫赶出来的大熊等人听说国王要娶老妈，瞬间傻眼了。老爸更是头顶和衣服一样绿。蓝胖子决定潜入宫殿，用换装相机给大熊和老爸换上凡尔赛的行头。蓝胖子点名要一套显瘦的，那当然非小裙子莫属了。你们觉得这套有显瘦吗？可进了宫殿，大熊在掐饼，老爸在看画，完全忘了正事儿。这时候，老妈都已经换上了婚服，以为自己被选成主演了，生怕自己演技不到家，和国王之间互相又是一番过度解读后，婚礼要开始了。看到老妈和国王手牵着手走了出来，大熊等人不淡定了。可老妈只当他们是群演，见解释不明白，就只能先抢婚了。可国王的新娘能随便抢吗？众人坐上小火车，沿着山坡开冲，眼看就要到终点了，他们才发现一个问题：这车咋停下来呢？于是毫无悬念的全体扑街，家就在前方。可侍卫们抢先一步拦住了他们。见国王执意要抢人，蓝胖子把战五渣拿了都能赢的明刀电光丸给了大熊，
眼睛一睁一闭就把侍卫全收拾了。国王见状要和他决斗，而老爸也接过电光丸，要为自己的老婆而战。可是他没发现电光丸没电了，举着刀就冲了上去，一下就被打飞了。眼看胜负已分，国王却被掉下来的电光丸砸中，直挺挺的倒了下去。这一手不仅看到老妈犯花痴，连国王都服了，又吹捧了一番老妈的盛世美颜后，才起驾回宫，顺手把定情信物给吃了，又盯上了别的妹子。而大雄一家人也终于回去了，入戏太深的爸妈还有样学样的跳起宫廷舞来，结果摔得灰头土脸的，但他们还是很开心的。正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这小两口还有哪些共同点呢？